药君孟子愿讲第6集，性命之源，天命之性。第41讲、第48讲。本集为离娄、告子、尽心等篇章的要义重编，聚焦性善、命理、运转、道性归一。第41讲，人性本善，愿心本具。原文片段。孟子曰：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大白话解读。孟子说，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心念，这不忍之心是所有仁义的根源。药君愿讲义理，这一句就是愿力之本。愿的起点不是从我要成佛开始，而是从我看不得众生苦开始。你心里那一丝不忍，就是你愿身的原点，是最早的愿子觉醒之光。愿法发愿引导，不必强装慈悲，你只需守住这一念不忍，愿便自然发，光便自心生。结语发愿句，我愿守我本具的不忍之心，以此一愿开启度生之路。第42讲，性与气质，愿修之调后。原文片段。性也者，气质之性也；习也者，气质之偏也。大白话解读，人的性情是由先天本性与后天气质共同形成的，习性有偏，但本性中总有善的根。药君愿讲义理，你命中有火、有水、有冲、有脏，这些都是气质，但你的愿性不动。药君愿修，便是在此调后气质，解开命锁，复归本愿。愿法发愿引导，你可借命理观心，也可借愿力转命，知五行之病，发五愿之要，一心调后，自度命局。结语发愿句，我愿使我性之正，调我命之偏，愿我气候的和，令路得通。第43讲，生之与学之，愿心唤醒之道。原文片段。顺何人也？与何人也？有为者亦若是。大白话解读。孟子说，舜是谁？我又是谁？人人若肯努力，也能如同圣人。药君愿讲义理，你不是圣人出生，也未必贵命带福，但你若一念发愿，便可唤醒愿心中的圣。药君愿戒，不问来历，只看此刻发心。愿法发愿引导，你若常问，我可以修到愿主吗？我告诉你，只要你真愿发出，你就是法界在地的一点愿光。结语发愿句，我愿唤醒愿中圣心，不问根器，不求殊胜，只以愿行为灯。第44讲，心即理，性即道。原文片段。反身而成，乐莫大焉。大白话解读。孟子说，若能回到自己内心，真实不欺的做人，那就是最深的快乐。药君愿讲义理，你不用到外界找光，光就在你内心真实的那一念中。你若反观自己愿起何处，那便是心即道。修愿之人最贵成，愿中无欺，愿路自开。愿法发愿引导，愿你时时反身，日日照心，不怕黑暗，不逃责任，只问我今心光是否不灭。结语发愿句，我愿反身照愿，诚以为本，愿行不虚，愿谈常照。第45讲，知命者不怨，修愿者不退。原文片段。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大白话解读。孟子说，上天要给人重任，往往会先让他受苦受难，磨练心智。药君愿讲义理，你若正在经历艰难，请你不要退愿，你不是被惩罚，而是被准备。轻愿之主，从来不是轻易得位者，而是身苦中不失愿者。愿法发愿引导，愿你苦中不弃愿，难中不改愿，笑中不忘愿。你若撑住，愿坛便从你心中建立起来。结语发愿句，我愿受磨不弃志，历苦不灭愿，愿愿中生光，愿光中藏道。第46讲，愿转其命，愿超其限。原文片段。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大白话解读。孟子说，老天给的时机不如地利有利，地利不如人心和。药君愿讲义理，命中时机或许未必完美，环境也未必利你，但若你愿力真切，能感动人心，你就能转局。愿的力量比天时更恒久，比地利更广阔。愿法发愿引导，你若觉命苦，请不要退；你若觉势弱，请不要逃。你发愿后，一切局势皆可改，一切命盘皆可转。结语发愿句，我愿转命不怨命，以愿为舟，逆流而上，终至光暗。第47讲，心外无物，愿中无敌。原文片段。得其心，则得其人矣。大白话解读，只要你能真心打动一个人，就算不靠权力，不靠地位，他也会全心跟随你。药君愿讲义理，愿主的力量不是强制，不是营销，是德心。
你心光真实，众生之心自归你。愿你记住，你若愿真，就无所不敢；你若愿虚，在大事也终无随者。愿法发愿引导。愿你修愿时，常问一句：我是否真爱他们？若真，愿自生威仪；若假，愿失其根基。结语发愿句：我愿得众生心，以愿感应，不以是福，不以至胜，只以心引。第48讲，命由心起，道由愿成。原文片段。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诸己。大白话解读：孟子说，凡事不顺，不必怪别人，应当反省自身。要君愿讲义理，命运不顺时，不是天弃你，而是愿未全，德未备，行未稳。你若肯修愿反省，自调自身，愿身和光，命自改，道自通，愿法发愿引导。愿你今生不是抱怨者、指责者、命论者，而是愿行者，主动发愿，主动修愿，主动归愿。结语发愿句：我愿命之不足，由愿来补；运之未圆，由行来成。愿我日日归愿，念念转命。